Rich，Nvidia 的市值在1个月内增长了3000亿哦，这是在美股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你再看 Meta 公布业绩之后，一天晚上的股价就涨了20%，现在的市场是不是有点太亢奋了？这给我的印象好像是2000年的科网股爆破之前，你觉得现在美股会爆破吗？那到底这场欢乐愉快的盛宴会不会像2000年那样，会迎来一个悲惨壮烈的结局呢？那其实这件事情背后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你听完今天的影片就会茅塞顿开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Magnificent Seven 到底是哪7家公司，然后我们再来跟2000年的时候和现在的情况做一个对比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曾经的美国首富 Elon Musk 旗下的 Tesla。那毫无疑问 ，Tesla 在电动车的市场呢是属于一个市场龙头的地位，它也是做得非常的优秀。曾经 Model 3也是全世界最畅销的电动车之一，这也导致了它当时候的股价是涨了很多，并且也帮助了马斯克成为了全球的首富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市场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，包括比亚迪的市场份额是超越了 Tesla， 而马斯克是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，而导致了他选择降价汽车，所以这也导致了特斯拉的盈利增长率和毛利率也是有一个下降的。现在 Tesla 的表现是远远跑输了整个大势和 Magnificent Seven， 特斯拉的基本面已经是改变了，电动车市场的竞争大了， Tesla 的股价呢也跌了，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是没有到亢奋的那个阶段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6的社交媒体和广告的巨头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， 它在最近的这个季度呢发表了我们号称史上最强的财报，它的季度收入已经是达到了400亿的美元，同比增长是有25%，而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也是达到了5块多的美元，是创下了历史新高，并且它是宣布了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派息。那虽然 Meta 现在的收入99%都是广告收入，而现在有了 TikTok 和其他平台构成了竞争的威胁，但是 Meta 现在是使用了人工智慧来优化这个广告的体验，并且我们看到 Instagram 上面的花费时间也是有增加了40%，短视频的内容呢也是有很大的转变，再加上2024年呢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大年，这对于 Meta 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它会受益于这个竞选所带来的广告收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5名，就是这些 AI 公司成功背后的那个卖产人 Nvidia 英伟达。那我们看到英伟达的传奇呢，可以说是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，它是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大开眼界的一个盈利增长速度，向全世界宣布了 AI 时代的来临。它的股价在当天也是暴涨了超过29%，让全世界的投资者呢都认识到我们应该要关注 AI 了，并且在过去的那几个月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大公司，例如 Google、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特斯拉、Meta 等等这些公司，它都是宣布了一些新的让人兴奋的人工智慧，而这背后呢都是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他们所有的公司都是需要 Nvidia 强大的 GPU， 而最近就连印度的公司也下了5亿美元的订单，让 Nvidia 成为了全世界的当红榨汁机。Nice。那其实 AI 和 Nvidia 我们之前都有看好，但是现在 Nvidia 的股价到了700块，是不是太高啦？那 Nvidia 因为传媒经常会说它背后的故事会吸引了很多的投资者去投资，所以它也成为了一个明星股，受到更多的人吹捧之后，它的股价自然就涨得更多。就好像爱马仕的包包，很多人都喜欢，吸引了很多的人排队去买，但是一些杂牌的包包，因为它没有品牌价值，所以没有人想要。那排名第4呢，就是这个电商的龙头 Amazon。那大家对于 Amazon 一开始的印象呢，肯定是它在线上的电商平台。那确实，这个是它目前最大的业务之一，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最近的这个季度呢，也是有一个非常亮丽的增长，是大幅跑赢了市场的预期。而除此之外呢，它旗下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亮眼，并且未来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业务，就是云业务。云计算的业务呢，是未来的其中一个很大的趋势之一，而 Amazon 是属于这个市场当中的表者，它的市场份额呢，目前是全世界第1，是远远领先第2名的 Microsoft 和第3名的 Google。虽然我们看到这些公司它很贵，但是它是贵的非常有道理，它背后呢也是有很强劲的基本面在支撑着它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3名，就是广告商里面的另外一个大巨头，我们几乎每一天
都在使用的 Google， 而 Google 呢，它最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广告，无论是搜索式的广告或者是 YouTube 的广告，都是它的主要收入来源。而另外有差不多23%是来自于应用程式的实验产品订阅和云端的服务，并且呢，它也是跟其他的公司一样，是十分重视人工智慧。2024年之后呢 ，Google 也是非常专注于在它的云端业务。在2023年的前9个月，它是实现了26%的收入增长，并且是扭亏为盈，现在是属于这个云端市场的第3名。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产品背后也是 Google， 就像是我们现在在观看的 YouTube， 或者是我们平常会使用的 Google 的地图、Google 的翻译，又或者是我们的安卓手机系统背后也是 Google。那气爸爸，我问你，如果我给你1万块美金，让你以后不能用 Google， 那你愿不愿意呢？那没可能啦。没错。这就是 Google 的品牌，所以它也是贵的十分有道理。那另外一个，我给你1万块，你也绝对不会不用的，就是苹果的产品。那其实它也是曾经霸榜全世界市值第1的大公司。而我们看到它在这个季度的业绩报告，虽然在中华地区它的营业额是有所下降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它是经历了1年的营业倒退之后，在这个季度重新有了一个营业增长的。Apple 也是在最近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，也有可能会改变未来的世界，就是Vision Pro。那虽然它在2024年呢不会给苹果带来很多的利润，但是它也可能会为了一个巨大的新产品类别奠定了基础，也有可能会像 iPhone 一样成为未来的主打产品之一。而且这也给苹果带来了一个新的故事，让它可以继续的说下去。那再加上它也是巴菲特多年来的爱股，那只要巴菲特不断的增持，或者是苹果不断的回购它的股票，也会让苹果的股票有一个很强的支持。那第一位呢，就是最近市值刚刚超越了苹果的 Microsoft。那我们可以看到 Microsoft 它的旗下的业务呢是十分的广泛的，很多都是属于行业领导者的地位，它也是有十分雄厚的护城河，也是第一个把 AI 应用到产品里面。我们看到它在2022年的11月呢，它投资的 OpenAI 是正式发布了 ChatGPT， 那这也是支持微软的股价动力之一。那其实 Rich 你刚才所说的也是去年我们看到的，我们是相信 AI 会带来很多的商机，但是就像马克吐温说的，历史不会重演，但是有惊人的相似，你知道吗？在2000年科网股的时候，当时也有 Tech 5， 包括刚才讲过的 Microsoft， 还有 ExxonMobil、Cisco、GE 和 Intel， 这些公司也是当时大多数的投资人都相信是互联网的受惠者，互联网会给他们带来源源不绝的营收的增长，所以当时普遍的 consensus 是他们会每年以16%的营收增长去增长，结果当然是达不到这么乐观的预测，所以也使到 Nasdaq 在2000年4月份的时候爆破了。那当时我自己也在创业搞电子商务，所以我当时也是非常看好这个互联网的商机，结果就是我输清光了我整副的身家，所以我怕历史会重演啊。那其实 Magnificent Seven 跟当年的 Tech Bubble 5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就是 Magnificent Seven 它的现金流是远远的比以往的 Tech Bubble 5更强劲，而这些科技公司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这些科研里面，而且从收益率的差距角度来看，现在的 Magnificent Seven 呢依然是要比当时候的 Tech Bubble 5的那个泡沫要小很多，但是人性是不会改变的，这个泡沫也是会一直存在，并且在最后的那一时刻也是会爆破的。每一次的公司和他们的营运状况、产品都不同，但是人性是没有改变的那一样。Oh, I see。你知道历史上有叫 Nifty 50漂亮50吗？这些公司在70年代的时候是高的不得了，当时的人也是相信只要买它们只会买贵不会买错，但最后 Nifty 50在爆破之后几十年他们的股价都没有涨回以前的光辉。那我当然听过 Nifty 50啊，它其实是从1945年二战之后一直涨到70年代，涨了整整20几年。Magnificent Seven 它也是可以继续的涨下去的，并且只会越涨越快。所有的泡沫到最后是越涨越多，
越涨越高，越涨越爽的，直到爆破之后才知道原来以前是过度的亢奋了。但是事先是没有人能够估计到这一次的泡沫是什么时候爆破的，所以还是要做好风险管理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不就像是查理芒格预测了楚代的危机，Ray Dalio 预测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一样？但是他这个预测是预测了多少年才最后有一个准确呢？就像是我现在也能预测我的未来肯定会死的，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是不是死之前应该要及时行乐，活出精彩的人生呢？我们现在这么难得等到了 AI 的风口，不过大家要注意，不是风口里面所有的猪都是会飞的，有分上等猪和下等猪。比如说女股神 Cathie Wood 在2023年的1月份，她是280块卖掉了 Nvidia， 然后换码到了240块的 Tesla， 那结果可想而知，她是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啊。那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寻找上等猪的思路去发掘其他相关的公司，例如我在上一期影片跟大家用选股5部曲的框架去寻找了 SMCI 这个股票，在短短的3个星期里面涨了超过1倍以上。那现在我是拿回了我之前投入的资金，剩下的股票我是可以无成本的持有着它。那另外还有一只股票 CrowdStrike， 我也是透过选股5部曲的方法筛选出来，并且也是持有了它。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公司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，我们之后可能会出一期视频，详细的讲解这家公司。那大家记得留言哦。当然我们也会一直的追踪现在的 AI 板块和泡沫的发展情况，所以大家记得要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